第一课，时间至关重要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们忙于项目时，时间似乎过得飞快？的确，我们常常感觉自己像是在与时间赛跑。我相信，我们很快就需要和生产团队确认一下。是的，他们或许对我们的时间线有一些见解。保持进度领先至关重要。同意。如果我们进度落后，可能会影响整个项目。我记得上次我们延误的时候，场面相当混乱。哦，别提了，我们当时为了赶上截止日期，真是手忙脚乱。没错，这次我还是想避免不必要的压力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有效地安排任务的优先顺序。或许我们应该一起制定一份详细的时间表。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清晰明确至关重要。我将拟定一份初步的审查时间表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可以根据制作团队的反馈进行调整。我今天晚些时候也会联系他们。太好了，我相信他们会欣赏我们积极主动的态度。是的，沟通是任何成功项目的关键。让我们充分利用时间和精力。当然，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让这个项目取得成功。第二课，应对不公正现象。你听说过政府最近推出的各项举措吗？是的，我看过了。他们正试图纠正过去的一些不公正现象。早就该这样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没错，历史有时会让人很尴尬。确实如此，我常常想知道他们打算如何弥补过错。或许他们会给所有受影响的人提供冰淇淋。那岂不是会让事情变得更美好吗？我可以想象人们排队领取他们的正义锥。真是个很有创意的解决方案。不过说真的，这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。是的，这需要仔细考虑和真正努力。我希望他们不要只是空口许诺。那将令人失望。行动胜于雄辩。没错，或许他们应该多听取社区的意见。与受影响者进行沟通，对于实现真正的改变至关重要。没错，毕竟他们最了解面临的挑战。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也会推出教育项目。那才是明智之举。教育下一代至关重要。这就像播下种子，孕育更美好的未来。是的，希望这些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。枝繁叶茂，为大家提供阴凉。我现在想种棵树，然后在树下吃冰淇淋。听起来真棒，正义和冰淇淋的完美结合。多么棒的方式来面对过去，享受当下。第三课，歌唱的胜利。
你听说了歌唱比赛的消息吗？是的，我做到了。你赢了吗？是的，我凭借一场出人意料的表演，赢得了歌唱比赛。太棒了！你选的是哪首歌？我决定演唱一首人人都喜欢的经典情歌。经典之作，听起来真够大胆的。你把所有高音都唱出来了吗？我尽力了，不过我觉得可能有几只猫也参与其中。猫？你们的声音一定像一群困惑的猫咪合唱团。没错，我还是不确定他们是在欢呼还是在抗议。无论如何，这听起来像是一场令人难忘的表演。确实如此，观众们都笑翻了。你获胜后有没有获得什么特别奖励？是的，我赢得了一座奖杯和1年的巧克力供应。奖杯加巧克力，这简直太划算了。没错，我或许会开始自己的歌唱事业。我已经能想象到你的粉丝俱乐部成立的样子了。当然，他们都会戴着猫咪面具。一个独特的主题，你可以称之为猫咪合唱团。我喜欢，也许我应该出一张专辑。一张名为《猫语经典》的专辑。没错，我仿佛已经听到批评家们的叫嚣了。猫咪们会成为你最忠实的粉丝。我将成为第一个同时为人类和猫表演的艺术家。这真是一条我愿意付费了解的职业道路。我或许应该开始多加练习了。第4课，观星探险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找个远离城市灯光的地方。听起来棒极了，星星会更加清晰可见。没错，你见过银河系的全貌吗？我还没去过，我只能想象那里的景色该有多么壮观。它就像一条繁星汇聚的河流，流淌在夜空中。听起来真有诗意。你觉得我们需要什么特殊设备吗？是的，我建议我们带上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。好主意，用望远镜可以让星星看起来更近。双筒望远镜在快速查看时非常方便。我想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流星。那真是太好了！如果我能做到，我一定要许个愿。你想要什么愿望？一辈子吃不完的披萨吗？这太诱人了！或许我应该既想要披萨，又想要星星。一个合理的请求，宇宙或许会应允。想象一下披萨形状的星星，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！我肯定会喜欢的。我们可以叫他披萨大王。每次有人点披萨的时候，它都会闪闪发光。太棒了！我们真的找到了突破口。
别忘了给我们的探险之旅带些零食。一边吃零食一边看星星，真是绝配。我已经开始兴奋了，这将是一个难忘的夜晚。第5课，触摸星辰。你是否曾经仰望星空，并萌生过想要伸手触摸它们的冲动？经常如此，仿佛他们在邀请我们去探索他们的奥秘。没错，我有时会幻想自己乘火箭飞到那里去。那该有多令人兴奋啊！我想成为一名星际探险家。想象一下，像宇宙芭蕾舞一样漂浮在星空中。我当然可以穿闪闪发光的宇航服。当然，你肯定会是最时尚的宇航员。你会成为我可靠的副驾驶，对吗？当然，我会带些零食路上吃。太空零食，我希望它们不仅仅是冻干水果。我可以带些巧克力棒，以防万一。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巧克力能让一切都变得更美好。它甚至可能会吸引一些友好外星人的注意。你觉得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喜欢巧克力吗？但愿如此。想象一下，和外星人一起分享一块巧克力，那将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。我曾经和一位火星人在火星上野餐。你还需要描述一下从那里看到的景色。我还会跟他们讲讲地球上美丽的日落。多么富有诗意的交流，明星与故事总是相辅相成。没错，或许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冒险经历写成一本书。一个充满幽默和奇幻的宇宙故事。别忘了巧克力，他必须扮演主角。当然，这对我们的星际之旅至关重要。我们将携手并进，从一块巧克力开始，一起摘星揽月。第6课，项目更新。我一如既往的忙碌，开了很多会。我感同身受，感觉时间过得飞快，眨眼间就把日程填满了。确实如此。请问新项目有什么最新进展吗？是的，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。哦，一定要分享，我很想知道。团队已最终确定设计方案。太棒了，我迫不及待想看到他们。你会很满意的，他们很有创新精神。我相信你的判断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我们需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汇报这些情况。希望演讲顺利进行。我准备了一些惊喜，希望能让大家都玩得开心。惊喜？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可能会加入一些互动元素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你有什么想法？
或许可以发起一个投票，以便立即收集团队的反馈意见。太棒了，这样会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参与其中。我相信这将培养合作意识。没错，毕竟团队合作才能成就梦想。说到团队合作，你和市场部谈过吗？我还没有，我想我应该尽快联系一下。保持所有人步调一致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沟通是任何项目的关键。希望接下来的过程一切顺利。是的，成功之后或许可以办个庆祝午餐。第7课：历史的教训。你读过安妮·弗兰克的故事吗？是的，我看过。他的故事既令人心碎，又鼓舞人心。的确如此，它凸显了战争和迫害的残酷现实。没错，这让人更加珍惜自由的价值。他所处的时代条件极其艰苦，经济萧条加剧了许多家庭的困境。是的，很难想象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。安妮的日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尽管经历了这一切，他仍然保持着希望。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，希望也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。即使在今天，他的作品仍然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。他提醒人们仇恨的后果。当然，了解历史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。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。安妮的故事能激发人们的同理心和理解力。没错，他提醒我们要挺身而出，反对不公正。我相信他的精神遗产将继续激励新一代人。通过教育让他的故事流传下去至关重要。同意，它是变革的有力工具。我常常想，如果世界与现在不同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如果更多人能理解宽容的重要性就好了。或许我们可以将他的故事分享给其他人，以激励他们做出改变。那真是个好主意，让我们一起提高公众意识吧。第8课：庆祝历史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节日在北美有着悠久的历史？是的，我看过。它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发展起来的，这真是太有趣了。没错，他们在非洲大陆东部庆祝了这个节日。我只能想象当时的庆祝活动会有多么不同。的确如此，他们很可能包括简单的食物和发自内心的感恩。与我们今天享用的丰盛宴席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是的，我想知道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南瓜派。但愿如此，谁能抵挡住美味的南瓜派呢？或许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吃些烤巷子之类的东西了。
好巷子，听起来不太诱人。不，才不是呢，我宁愿每天都吃派。传统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是的，每一代人都会为庆祝活动增添自己的特色。我喜欢了解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。我也是，有些家庭甚至还有独特的食谱。就像著名的家族秘方馅料一样。没错，馅料里到底放了什么，一直是个谜。或许我们应该开创我们自己的家族传统。听起来很有趣，我们应该加入哪些内容呢？不如举办一个最佳南瓜派比赛。馅饼大赛，这真是个美味的主意。我们还可以邀请朋友来担任评委。太好了，谁不喜欢免费食物和一点竞争呢？没错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启一项新的传统。让我们每年都把它变成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。第9课，时尚发现。我太喜欢这件上衣了，它既时尚又实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看起来棒极了，这个颜色非常适合你。谢谢，我很重视您的意见。我应该买吗？当然，时尚上衣永远不嫌多。没错，我可以休闲外出时穿，也可以搭配正装。没错，百搭性是时尚的关键。而且它很舒服，我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。舒适至上，无需为了舒适而牺牲时尚感。我同意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？是的，我在那边看到一件漂亮的裙子。哦，让我想想，这是什么风格？这是漂亮的碎花图案，非常适合春天。听起来真不错，你一定要试试。我想我会的，鲜花总能让装扮更加亮眼。它们还能让任何心情都变得愉悦。确实如此，时尚确实能让人心情愉悦。要是能配个私人造型师就好了。那简直就是梦想成真，想想那该有多棒。我非常希望有人能帮我挑选衣服，而且他们还能拎得动那么多购物袋。是的，那将是一个额外的好处。或许我们应该一起开一个时尚博客。听起来很有趣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购物经历。还有我们的时尚秘诀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时尚发现。我喜欢这个名字，我们一起来实现它吧。第10课，完美搭档。我认为找到透气轻便的鞋子很重要。
没错，舒适的鞋子能带来天壤之别。我想体验如履云端的感觉。没错，谁都不喜欢被沉重的鞋子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你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了吗？我在那边看到一对看起来很不错的鞋子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。它们长什么样？它们是设计时尚的网面运动鞋。网状的，听起来通风效果非常好。是的，即使在温暖的日子里，你的双脚也会保持凉爽。我需要透气的鞋子，尤其是在夏天。轻便的鞋子能让行走变得毫不费力。没错，我不想感觉自己像在拖着重物。你有没有穿过太重的鞋子？哦，是的，感觉就像脚上踩着砖头跑马拉松一样。听起来太可怕了。舒适永远应该放在第一位。我同意，而且时尚的鞋子可以提升任何造型的档次。没错，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平衡点。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其他颜色的这款鞋。让我们问问销售人员吧。选择多总是好事。没错，想象一下，每套衣服都能搭配一双这样的鞋子。那太好了，我可以尽情发挥创意，打造自己的造型。而且，你再也不用连续2天穿同一双鞋了。第11课，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有些人是如何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变得出色的？是的，通常是因为他们坚持练习。没错，但你不觉得还有别的原因吗？我相信你指的是他们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的能力。没错，恐慌对任何情况都无济于事。保持冷静的人往往能做出更好的决定。我钦佩专业人士能够优雅地处理危机。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们通常思路清晰，行动迅速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需要保持冷静的情况？我经历过。有一次，我家厨房着火了。我的天啊！你做了什么？我记得先关掉暖气，然后打电话求助。这样做很明智，恐慌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没错，那天我明白了保持冷静的重要性。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宝贵的教训。没错，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，保持冷静都是关键。正因如此，我经常尝试练习正念。正念练习有助于培养平静的心态。你认为我们应该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吗？当然，它在很多情况下都很有益处。或许我们可以组织一次相关的研讨会。那太棒了！
教别人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。携手合作，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在紧急情况下安然度过难关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专家呢。练习与平静的完美结合。第12课，宠物店的一天。瞧瞧这些鸟，它们有各种鸟食和鸟笼。确实如此，每只鸟似乎都有自己的个性。没错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它的目的至今仍是个谜。我想知道它们之中谁最健谈。那很可能是只鹦鹉，它们以叽叽喳喳而闻名。我可以想象它整天说着滑稽的短语。没错，那就像家里请了个喜剧演员一样。你有没有想过养一只宠物鸟？我有，但我担心它们会造成混乱。没错，清理鸟笼确实是个相当费劲的任务。然而，它们真是令人愉快的伙伴。没错，你看，那边是鱼类区，种类真多。是的，鱼缸色彩缤纷，让人感觉很平静。我觉得看鱼游很放松。我也是，我可以坐在这里欣赏它们好几个小时。如果我养鱼，我会把它们都以著名探险家的名字命名。真是个有创意的想法。想象一下，一条鱼名叫库克船长，或者也许可以以阿梅利亚·埃尔哈特的名字命名。我太喜欢了，每条鱼都可以有自己精彩的冒险故事。现在我想创作一系列鱼类传记。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项目，你甚至可以给他们配上插图。我可以，每条鱼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冒险故事。我们还可以举办一个盛大的水族馆展览。没错，一场以水生生物为主题的探险家展示。我们也不能忘记把鸟类也包括在内。陆地和海洋探险的完美结合。第13课，规划完美旅行。行程确定后，我们就应该开始寻找住宿了。当然，拥有一个舒适的住处非常重要。我更喜欢提供早餐的酒店，这样早上能节省时间。真是个好主意，一顿丰盛的早餐能为一天定下基调。此外，我们还要留意那些评价好的地方。没错，评论可以提供关于体验的宝贵见解。我喜欢阅读其他旅行者的经历。他们的故事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选择。你们考虑过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住宿吗？我正在考虑开一家温馨的民宿。听起来真不错，会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在那里结识其他旅行者。
这或许会引发一些有趣的对话。没错，有时候最美好的体验都是意料之外的。没错，分享旅行故事真的很有趣。我希望我们能找到离我们想去的景点比较近的地方。没错，距离近可以节省我们很多出行时间。或许我们应该用地图来规划路线。好主意，我们可以把所有想看的关键地点都标记出来。我们应该留出一些时间去进行说走就走的冒险。我期待探索和发现新的地方。我也是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冒险。现在，让我们找到最合适的住宿，开始我们的旅程吧。第14课，未知之谜。你看过这个关于1845年死于印第安纳州的男子的展览吗？是的，我去了。令人费解的是，竟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葬在哪里。这给整个故事增添了一丝神秘感，不是吗？或许当时根本没有妥善保存记录。这很有可能。19世纪的历史记录不像现在这样详尽。我觉得这些谜团能够流传至今，非常神奇。这让人不禁想起过去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没错，我很好奇他过着怎样的生活。或许他在当地社区是一位重要人物。或许他只是一个有着非凡故事的普通人。无论如何，他的故事都值得被铭记。我同意，这提醒我们历史有时是多么难以捉摸。保护历史遗迹是多么重要啊！没错，每个地方都有一段等待发掘的故事。我很想更多的了解他的人生经历。或许我们可以对这个谜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项目，我们可以成为现代侦探。没错，解开历史谜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新爱好。我已经能想象出我们拿着放大镜和笔记本的样子了。或许还可以戴顶高礼帽，增添戏剧效果。当然，每个侦探都需要一个标志性的造型。让我们找个舒适的地方来计划我们的研究之旅吧。第15课，暑期工作和新朋友。你以前做过暑期工吗？是的，我去过，这是结交新朋友的好方法。我同意，大多数学生都觉得暑期工很适合社交。没错，这就像工作场所里的一个小型社区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曾在一家当地冰淇淋店工作。听起来真棒，我能想象你们玩的有多开心。太棒了！打烊后，我们还开了冰淇淋派对。冰淇淋派对，这可真是一项福利啊！
是的，我们还一起学习了如何制作独特的口味。我很想尝尝合作款口味。我们可以创作巧克力碎片冒险记，或者叫神秘浆果惊喜。听起来很诱人。你呢？你暑假都做什么工作？我曾在夏令营担任辅导员。做辅导员，你一定玩得很开心吧？太棒了！我和同事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。太棒了！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时刻？哦，太多了。我曾经组织过一场才艺表演，结果却闹出了不少笑话。为何如此？简单来说，其中一个节目包含了一段非常热情洋溢的街舞。小街舞，我一定要多了解一下。这么说吧，它成了那个夏天最精彩的瞬间。我能想象到他们当时的笑声。暑期工能创造难忘的回忆。确实如此，关键在于我们共同的经历。还有我们一路结交的朋友。没错，这些联系可以持续一生。让我们明年一起计划另一次夏季冒险吧。没错，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搞笑的事情？